昨天的斯诺克江湖呀，最爆炸性的新闻莫过于火箭成了香港居民。于是啊，咱们中国的台球圈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。下面有请 Chinese Noni 登场的声音此起彼伏啊！大圣呢也不想给兄弟们泼冷水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就来聊一聊香港的优才计划，还有 Noni 的居民问题。首先呢，香港的优才计划是香港政府面向全球招揽人才的一项优惠政策，不受国籍、地区的影响。同样，通过审核以后，并不代表你就可以成为香港公民，甚至连永居都不是。说的通俗一点，就是香港政府给你发了一个暂住证，但是呢，你可以享受香港的诸多福利，比如说免费的医疗、教育等等。但是这些所谓的福利，火老师并不缺呀。再加上今天的香港今时非同往日，说实话不怎么香了。那么火老师为什么会去申请这个优才计划呢？接下来呀，咱们就要聊到2018年香港警方侦破的一桩大案。话说呀，2018年的4月，穷困潦倒的胖子李受欧志伟之邀来到香港。当年胖子李的窘境，球迷们都知道，全靠兄弟们接济、走走穴、教教球，仅此而已。接下来狗血的一幕就发生了。香港警方的一位金牌卧底探员，通过内线成功的打入了欧志伟的球房，以学员的身份接受了胖子李1个小时的教学，在付了1000港币的学费之后，亮明身份将胖子李逮捕，就此揭开了一桩跨国非法劳务大案。最后可怜的胖子李被罚款1000，驱离出港，并且要求在12个月之内保持良好行为。这个呀，人在走背字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。通过这桩案件，兄弟们应该听出点端倪了吧？火老师啊，未来大部分的商业行为都在亚洲，更准确的说都在中国。但是如果长期生活在内地的话呢，可能有点不太自由。于是香港就成了不二之选。那么火老师的这个决定为什么这么突然呢？这就牵扯到香港优才计划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打分标准，那就是年龄。超过了51岁，这一项的打分评判那就是0。说实话，火老师在优才计划的各项打分评判当中并不占优，比如说学历、家庭等等等等。如果年龄再不过关，那可能就通不过了。于是火箭才会在51岁这个坎上面给了兄弟们一个惊喜。好了，综上所述，第一，火老师现在仍然是英国籍，但是呢，拿了一个香港的暂住证，所以啊，今后 Chinese Noni 这种话就别自嗨了。第二，他有没有可能代表香港出战呢？这个呢，只能说暂时目前没有。第一，斯诺克这个运动呢，基本上是一个个人运动，以前还有亚运会、世界杯，但是现在呢，亚运会斯诺克取消了，世界杯也已经停办多年，所以啊，在火箭有限的职业生涯里，兄弟们大概率是看不到这个场景了。因此，火老师的这个决定只不过是生活赚钱两不误而已。接下来，兄弟们大概率还会看到小特也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哦。所以啊，兄弟们，嗨过之后该散了吧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，那里有我深深的大肚高粱，在那清香的水塘，门前两棵大白杨，齐整整的篱笆院，一间小草房啊，哎哎哎。冲击147，白球走成这样了，兄弟们应该怎么办？在100年斯诺克的历史上啊，别说是业余比赛了，哪怕是在职业赛场，同一届比赛能够轰出2杆147的也屈指可数。想想08年的克鲁斯堡，机长卡特分享了火老师的147奖金，这个债到现在还没还完呢。16年之后，中国四川的小城雅安，一场民间的业余斯诺克比赛，却在3天之内2轰147，而且2位小将啊都未满18岁。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，咱们先来欣赏16岁的小将汪以旭，他这杆147啊拍出了好莱坞惊悚大片的风格，哪怕是对147有着最深执念的塔猜亚来看了，估计啊都得直呼不可能。好，下面咱们就来边看边聊，看看这杆147究竟惊悚到什么程度。
先来欣赏一下小将的这杆炸球。直播的时候啊，咱们经常说，面对这样的球队，最好炸脚上。看看小汪同学的这杆炸球，完全没问题，妥妥的100分。小将汪以旭今年16岁，四川绵阳人，是从绵阳的台球老炮崔波。说到老崔啊，也是为四川的台球发展倾注了一辈子的心血。正是因为有了像老崔这样的基层台球人，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的付出，才有了咱们中国斯诺克今天的人才辈出。在这儿呢，大圣要向咱们崔波崔老师这样的基层台球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咱们这位小王同学呢，13岁才开始正式学球，目前呢刚好3年。顺便呢，咱们在这儿也回答一下之前经常有家长咨询的问题，就是孩子究竟什么年龄段学球合适？要想走职业的话呢，10岁到16岁之间最合适。以斯诺克为例，2年的时间，基本功也就学得差不多了，剩下来呀，就是不断的巩固加打磨，这个时间就没有尽头了，学无止境。你看小特贵为世界第一，他现在不也还在学习吗？这根大角度的黑球啊，只不过是今天的一道开胃菜。接下来呀，大圣就不剧透了，兄弟们呢，慢慢欣赏。好了，这一杆的白球交位出现问题了。如果打中间的那颗红球，可以选择中低杆去顶一下粉球左侧的那颗红球，也可以选择上方低分值的踩球过渡。当然，147也就没了。而咱们的小王同学呢，估计也是看了大圣的视频，最近呢受了塔猜亚的刺激，同样啊也是我的眼里只有你，那就是147。
接下来呀，问题又来了，看一下小王同学的这一杆选择。如果要打红球堆左侧这颗红球，那么势必要垫到红球堆幺四七啊，估计也就没了。那么选择粉球左侧的那颗红球呢？中袋当然好打一些，但是白球较黑的线路被黄球阻挡，如果直上直下的话，那么幺四七同样也没了。接下来呀，看看小王同学的，我的眼里只有你。他直接选择了顶带，正所谓啊，关关难过关关过。那么接下来前方还有什么难题等着他呢？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这杆黑教红，需要一个右塞的低杆，白球转，赛力不够，问题又来了。
来一个经典的格里菲斯线路，其他所有的彩球都不需要考虑。黑球，俺们又来了。此刻呢，还有一个小插曲，他的对手呢，竟然也是一位仅有15、16岁的小女孩。为了不影响她的击打，主动的站起来，走到了另外一侧。可见现在咱们四川的台球氛围究竟有多好。这一杆呢，低杆多了。这颗球，兄弟们看着熟悉吧？那么接下来看看咱们的小王同学究竟会选择尿推呢，还是中低杆两库呢？
接下来的这个篮球低杆力量大了，粉球留下了一个向上的角度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咱们的小王同学，白球会走到哪儿呢？粉球的角度偏小，而咱们小王同学极限发力的功力还不够，这一下尴尬了。旁边的兄弟啊，笑出了猪叫声。说实话，哪怕是职业选手冲击147，叫到这里，我也是平生头一次见。正所谓白球不够，准度来凑。看一下什么叫自古英雄出少年，关键是打出这样的147，咱们的小王同学还相当的淡定哦。3天147，咱们明天见。2025新年的第一天，753节再加上丁特小司机齐聚临安，为全国的球迷朋友们带来了一场饕餮盛宴。这一次的杭州火箭大师斯诺克巨星邀请赛，可谓是有史以来阵容最强大的一次邀请赛。下面就跟随大圣的镜头，让咱们走进幕后，看一下赛场的搭建以及球桌的安装过程。在这呢，大圣也祝全国的球迷朋友们脚踏风火轮，红红火火，一路生花。遥远的帆。里流沧桑的喧哗，安静的夜晚里在想谁吗？杀去谁的天涯？春天可曾在哪里见过他？时间的手抚过了脸颊，他们谁都沉默不说话。我希望去过的愿望，一路升华，无从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。指尖的樱花如实现谁的笑话，疯狂的优雅一夹带着温雅。我希望去过的愿望，一路升华，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。岁月在冲刷，逆流沧桑的喧哗。3个小时连续2杆非常精彩的147，特别是小特那杆啊，本来应该跟兄弟们好好的聊一聊，但是今天刚刚回到家，
刷朋友圈的时候呢，看到了一条公众号发的信息啊，确实把我给恶心到了。说是杭州巨星斯诺克邀请赛指定台泥派奈斯恭喜肖国栋打出147。我呢就点进去看了一下，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兄弟们都知道，大圣的眼里啊容不得沙子。正好啊这几天我都在杭州，那好吧，咱们就来聊聊这个事儿。他恶心究竟恶心在哪儿？果冻轰147的同时啊，我还发了一个视频，说果冻你这147啊得请客。这是为啥呢？这个话题啊咱们得从头说起。话说去年的12月30号，大圣啊就到了杭州。赛事的主办方跟主赞助商呢都是朋友，我呢就是去观摩一下。第二天，也就是31号的下午2点左右，当时啊师傅正在组装台泥，主办方、主赞助商以及一位知名的国际裁判呢都在现场。当时啊我开玩笑的提了一句，说本次比赛147有没有奖励呢？主办方说没有，我呢就半开玩笑的给主赞助商提了一个建议，说要不咱们这次比赛也给147一个单独的奖励吧，就奖励他个人民币14万7千。没想到啊咱们主赞助商几乎都没有考虑，当时就拍板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接下来的事儿啊不就皆大欢喜了吗？马上啊就通知球员。没想到火箭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，他突然就决定晚上8点啊他要来练球。兄弟们都知道，火老师要听到147有奖励啊，那眼睛都是放光的呀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现场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意外。就在主办方检查现场台泥安装的时候呢，发现安装师傅他带来的不是要求的10号绒，这个是个重点哈。主办方要求的是10号绒，但是现场的安装团队呢却误以为他们带来的就是10号绒。其实呢他们带来的只不过是比10号绒低一个级别的另一个型号的台泥，但是它也绝对不是派奈斯的台泥。现场的安装团队呢有点抓瞎了，主办方呢也有点急了。晚上啊火箭要练球，第二天呢马上还要进行比赛，如果你达不到要求，这可咋整呢？还好啊大圣就在现场，咱们在外面做器材的朋友也很多，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在杭州紧急寻找的同时呢，在南京也找到了10号绒，准备啊紧急专人专车给送到杭州来。好在20分钟之后，在杭州找到了10号绒，这个小小的难题呢就解决了。这个故事呢已经聊完了，兄弟们应该听明白了吧？这是比赛的赛事主办方指定的就是10号绒，哪怕拿错的台泥都跟派奈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这个派奈斯台泥呢，当然我也不清楚哈，从来没用过，但是呢他却宣称他是赛事的指定台泥，全程见证大师对决，巨星风采呀，还经过国际选手的验证。最后啊他还说要绽放国货之光。看到这个商家的这番操作呀，我想说的是，你这不是真的是国货之光，你这丢的是国货之脸呐。你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产品放上去，哪怕是一块抹布，选手打了之后呢他也分得出优劣，你呀也可以找出自身的不足，哪怕挨骂它也是一种进步。但是你却挂羊头卖狗肉，做这样的虚假宣传，欺骗老外也就算了，别人啊笑笑而已，但是欺骗国内的球迷，说你的台泥达到了赛泥的品质，那就罪不容诛了。遥遥领先，原来是这样来的吗？去年呢大圣就说过，咱们中国人呢一定会拥有自己的10号绒，也一定会登上国际的舞台，但是这个企业它一定不是你，因为你不配。